Hello，大家好，我是 Alice。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做一个大众占卜。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你现在的工作真的适合你吗？揭开你的天命与所在与未来的事业高峰。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天使乌列一起去做这个大众占卜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讲天命嘛。那到底什么叫做天命呢？我自己以我个人在这个占卜来说，其实我们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根据你的命盘你的性格、你的个人特质，哪一个东西是适合你去做的，我们会为之说好像就是你是天命所归的，你是很适合在这个地方发展的，或是做这类型的事业或是项目，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里面，你会觉得有种舒服，或是你会喜欢的感觉，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天命这样子。那大家也一样呢，就是我们有三个选项，就是分别是选项一、选项二，还有选项三呢。那你可以感觉一下，就是你对哪一个图画最有感觉。那我们就等一下就可以来看看到底其实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啊？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你的天命啊？这样子我们就会去探索一下，这样子。那如果你还没选好的话，那可能你可以按下暂停键，再感觉一下。我自己就觉得呢，你第一直觉就选那个吧，就是你就先看看因为我们在第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会先去讲一下，到底你现在的是做哪一类型的事业，或是哪类型的工作，那你可以感觉一下到底对不对，不对的话，你可能再回来再重新选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组喽。好，我们现在来到会是第一组的选项，我们的主牌就是这一张我们中文这个叫做星象里面的对分项。那我们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要探索一下，到底你现在的工作就是是从事一个什么类型的工作。那我还有抽了其他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你的工作是跟什么方面相关的。首先呢，我们看到我第一张抽的是对分项，然后就是代表一个对抗的意思。然后第二张我们抽到的会是这个九宫而且也代表扩张。第三张是抽到木星，然后代表丰盛。那这几张牌的话呢，我们首先要讲一下你可能从事的行业会是跟什么相关。首先第一，可能你现在的工作是非常有竞争性的，可能很多时候你会有敌人。或是你有很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这个竞争对手可能是跟你旗鼓相当的，例如可能你的假设就是像如果你是香港的话，可能你这一家是一家大公司，但是你有对另外一家是很有名的，像香港可能我们有两大超市，一个是叫百家，一个叫卫康，可能像这样子，就是你的工作是很容易遇到一种有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感觉他们就是会跟你对着干这样子的工作，而且你好像一直都要追赶，或是要很努力的去追赶一个对手这个的感觉。那另外呢，就具体一点来说，你有可能从事什么工作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抽到的是九宫，然后也是木星，他们两个是很类似的。但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你是从事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工作。如果以九宫来说的话，就是代表就是知识的传播可能你是在可能你是一直在讲一些道理可能是知识分享就说你是 YouTuber， 可能你是分享什么冷知识这样子的状态。或是就是你可能是做一些出口贸易跟国外对接甚至乎你可能是要被外派的一些工作我们说交通旅游也是归九宫所管的甚至乎可能是跟一些国际关系外交官翻译这些也是。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跟法律宗教或是心灵咨商，像我这一种就是心灵咨商命理占星师也算九宫的行业。或是就是出版业大众传媒这一种的，还有就是一些很大的企业跟公益慈善的机构这样子，也是属于九宫会管的行业。因为接下来你的木星对不对？我会觉得就是跟经济相关的几率也很高，就可能你是做什么金融行业或是那种就是可能是跟掌握这个社会资源的相关，有可能你是在政府工作，然后就是负责去安排那些资源是怎么发放的，或是资源要排到水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木星就是跟资源相关嘛，所以有可能就是你是负责去分配资源，甚至乎你是掌握很多资源的一个行业这样子。那你们就可以先感受一下，好像我现在做的东西跟这个有没有关呢？那我还有抽几张牌来看，你可能相关的职业会是什么这样子。那你的职业呢，还有可能呢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坦白说，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很大几率说不定抽这组都是就是做一些金融行业啊，管很多钱的。为什么这么说嘞？因为首先我们看到嘛，突如其来财富。突如其来财富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你的工作是那个掌握的钱有很多，可能一下子就假设你是做股票交易好了，可能一下子会有很多的钱或是那个起跌是很大的，就是波幅啊那个重点，然后就是有你没办法预料的收入，就是有可能你的工作是那种我应该说就是可能就是那种佣金的，有可能你一下子做到一个比大的生意，或是做了一些什么的东西，你的奖金、你的佣金会特别多这样子，所以变成我觉得这一组有可能你的薪金不是固定的，变成有可能你是会不会是有些浮动的薪水可能年终奖金是跟人家特别不一样好像我之前有个学生是做电子业的，他们就主要就是看年底的分红这样子的工作。那另外呢，我看到这个男族人这个我就会觉得可能你是从事一些跟你的样貌相关的工作，例如可能你是做模特，或是你是做一些可能怎么去透过你的能力去赚钱，而是外貌，我这个就是用你的外貌去赚钱的，可能你是名人、明星这样子的职业。然后呢，接下来呢，我看到这个就是百合花是代表成熟，所以你的工作也有可能是从事跟一些中高龄人接触的行业，例如可能就是一些长照或是可能你是针对银发族的一些的工作这样子。那看看这一对工作，你觉得跟你现在的工作是否有关联，或是不是有相近的地方？毕竟我们是当占卜嘛。那如果你觉得真的完全不一样的话，可能你就要重新回到我们一开始在选另外一些选项，看看会不会是比较能对应得到你这样子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刚刚看完你有可能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嘛？那我们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工作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一下，到底请问一下，现在的你其实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我们才可以知道到底这个工作适不适合你啦。首先，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金牛座，第二张抽到的是摩羯座。那如果给我的感觉呢？如果你是有可能你的上升太阳或者月亮这几个重要的行星可能是落在这两个星座。那这两个星座的人的性格是什么呢？都是土象，就是很稳重，很稳重之余就是很难改变。可能你们就是那种如果可以不动就不想动好的，就是安安稳稳走下去，而且就希望是固定的，你希望东西是稳定的，可能你会每个月看到有稳定的收入，你只要看到银行账户里面有钱进来有数字进来，你就会比较开心，或是你很容易注重数字或是一些实际生活上的改变。而且这两个东西，这两个星座的话，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他们是刻苦耐劳的。就是他们很愿意去在一个时间花时间去磨练，或是他的性格是很相信，就是愿意就是多做就会有多一点收获这样子。他们会很相信，就是透过自己努力赚到的东西，他才会觉得踏实、有安全感或是有感觉。OK， 那我再看看你是什么一个很稳定的人，再看看。好了，首先呢，然后我们再抽两张牌啦，一个就是我相信我自己，第二个就是我的创伤不会让我变得没那么可爱。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你对自己是有一定的自信心的，因为你第一，你抽到我相信我自己嘛，对不对？第二就是抽到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创伤没有让你变得不可爱，所以你会能够接受，就算你是你觉得人是不完美的，你不会觉得因为你有什么的问题不足你会怀疑自己，你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够包容跟接受自己的好跟坏的，我会感觉你的性格。好了，我们再看看你还有什么性格呢？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抽神代表能量回归这个就是生命无限的延续所交织出美丽彩虹，是我们归家的路。好，我首先会觉得这种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可能也是一些有经历的人 ，OK， 但是你会很相信，就是这些经历是为了带你回家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嘞？给我感觉这一幅画好像很乱，两个的，就是有种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多条路这样子。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你是很知道，可能你的生命中有很多不同的岔路出现，但是你知道，
所有东西到最后都是为了带着你走去某一个定点，就是你会可能相信，所有东西都是有股力量在推动的。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你是比较能够相信世界的运作，你不会那么容易可能就会自怨自艾啊，或是怀疑自己啊，你的性格。然后这个菩提树就是说，连接光与爱的源头，它来自于丰盛的内在，那这个是智慧之光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其实你对于人生的体悟啊是有一些想法，而且我觉得是有智慧的，就是你开始觉得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我在看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是偏向你的性格是已经有些开悟，比较能够看得开。好了，那既然知道你已经有些收敛，虽然你是比较稳定又比较踏实的一个人了，那我们就会看一下你的人生其实是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好了，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镰刀。镰刀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比较负面啊，在雷诺曼卡里面，但是镰刀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一个收割。就是其实我会觉得你可能适合从事的行业啊，就会是可能是要一些的，我觉得就是获利的，就是你可能不是做一些，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适合做，刚刚我们说嘛，你可能现在做的是跟钱有关联嘛，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你需要看到很实际收获的工作。就是你不是那种虚的，就是我只是要去荣耀啊，我只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啊，或是别人的一些赞扬啊，这样子，你是不来虚的，你需要是很实际的，真的，你可能你适合从事的工作是这种，真的可以让你收获一笔。可能不管是资源，例如是钱啊，我觉得最重要，可能真不是人脉的关系而且是很扎实的不是那种就是口讲的，可能这个人是能帮到你什么，你需要是非常真实的收获，你才会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或是你会对这个工作有感觉，你会觉得你喜欢这一份工作，就是你要看到一些可见的事物，就算是别人夸赞你，可能他要给你一个表扬状。或是他要给你一个很实质的东西，你才会感觉到好像我在这里是对的，或是比较有力量的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做的看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十字架这样子。那十字架的话呢，就是代表一些命运的安排啦，或是一些过去创伤的，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跟疗愈相关的工作。因为这个十字架在这边的话呢，它正常是指业力的关系，那它同时也代表一些受伤啊，或是一些的痛苦啊，或是一些创伤，就前面那个创伤的部分。我会觉得你的经历、你的过去，其实是让你有很强的力量，可以去疗愈别人。透过你的工作，可能可以帮到别人，或是带别人走出现在的困局，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抽了几张，就是人生使命神谕塔里面的卡牌。那你到底适合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第一个呢，我们抽到这个叫做光的捍卫者。那光的捍卫者呢，他这张卡牌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人生经历是有带来很多正面教育，所以呢，有些就算你之前可能是用一些负面的方式去体验，但是你在这个负面的时候，其实你有得到一些正向的资源，就是你会觉得虽然我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假设我可能家里有一些会有问题，但是我最后是觉得，这个是用来考验我，让我训练什么能力的这样子，所以你的人生使命是会有机会协助其他绝望的灵魂相关的。那就算你可能曾经经历过一个很复杂的童年时光，但是你当初的你会让你选择这个家了，就是为了让你克服更多的困难，超越这些困难，所以你才能够衔接你的内在力量，连接你的灵魂的所在的潜能。所以你的人生使命变成就是说要协助其他人，就算那些人可能很年轻，都经历很艰难的人生，但是你还是可以用到你自己的方式，用你的过去经历去让这些人去提升。我不是说你一定适合就是只做身心灵。我举个例子，就算你现在在自己的产业，有可能你也可以很适合就是带一些后辈，或者是可能经验没有你丰富的，你不单只是他们的工作上的导师，甚至有可能是他们人生的导师，其实你也是非常适合的，我会觉得。那另外呢，就是说第二张牌我们看到是摆渡人。摆渡人呢，就是说你要协助你在别人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协助他们去过渡。我觉得这两张很像 ，OK， 只是摆渡人就是说你要不单只可能就是带他，而是你要去这个阶段，你还包含了陪伴，
让他们去了解，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就是说很快呀那种感觉。你可能是有种陪伴，你的工作可能适合就是说，你可能会帮别人呢。当然有时候可能你会因为一直在把别人放在前面的时候，你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自己。但是你是有这个能力，是可以让你好好的去协助到别人度过一些就是很痛苦、很艰难的时候，这样子。那另外呢，你很适合的企业就是跟你的家族企业有关的，我们第三层的家族企业。但是这个家族企业不是说一定是我父母亲留下来的东西。家族企业就是说，你可能适合从这创业，做一个属于你的事业，而你是有一群我们叫围内的人，就是你的自己人，是可以陪伴你一起去做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就是一个领头的，你带的一些可能跟你有类似相关经历的人，你透过工作甚至可以去疗愈他们，也要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企业，有你自己的企业管理的文化。如果你现在就是假设你觉得我不想创业，如果你在一个大公司的工作，你就要了解一下你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办法施展你想要的才华，或是做到你自己觉得是满足的。那如果你做的自己是满足，你觉得假设我在一个大公司，我的 team 我觉得我的 team 跟我很合，他们都是我的自己人，我很放心的把东西交给他，那这个也可能就是你在做对的工作，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这个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再抽了一下去看这个跟这个 OK 这两张牌呢，就是我们还是在探讨，就是说到底你适合什么样的事业嘛。那首先我们第一张抽到就是这个赫鲁斯。赫鲁斯他的特色就是他有说就是很慢的成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赫鲁斯在古埃及的神明里面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被他的伯伯那个赛杀掉，还砍成10几20块，这样掉到河里面去这样子。但是最后他跟他的母亲艾斯之女神两个人是成功把欧斯里斯救回来，就是复活。至于他还把那个赛德给干掉，然后就是成功当回他的王位这样子。那等于来说，就是你是适合一些工作，可能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的奋战的，就是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看到收获，可能你需要累积，你就要去研发、学习，要花时间去让你达到成功的。但是我必须说，可能你的这个的是比较适合你的人生的一些的就是我刚刚说你是土象，可能能量比较重的人嘛，所以你会觉得我有透过我自己努力回来，我觉得心里面更踏实，我对自己会越做越有信心，或是我觉得越来越对，越来越有能力。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赫鲁斯这个工作的意思啦。那另外呢，这个就是 Amertep 啦，这个就是代表就是那个庙宇的疗愈这个它是那个疗愈跟药的神明啊。那他这就是他让大家可能学会怎么去疗愈建筑这样子。那所以的话，他其实他适合所谓的工作，其实他就是说可能就是跟疗愈相关的工作。我会觉得跟你之前的那几张牌很像，就是其实你天生有一个可以适合透过你的人生这么积极的看法，或者你人生的一些经历，你可以开导别人，让别人可以得到疗愈而改变人家的人生。那我会觉得只要你是从事这个工作，你一定会有一种满足感，或者你会觉得这样自己会比较好像我在做对的事情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看到就是说你适合做的工作还有包括什么呢？我们第一个就看到土星，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跟这个土能量很重就是你是适合是一个有体制的工作，特别是可能什么机关机构这样子而且你适合去设立，给我的感觉是你适合去设立一些规矩，就是你可能可以定一些规矩，或是你刚刚说如果自己创业，可能你是很适合做一些很需要有 SOP， 很需要有流程，你自己怎么定一套流程去让你自己做的顺利，或是让你身边的员工做的顺利的，你很适合去做一些建构一个架构的这样子的工作。另外呢，就是双子座。双子座我觉得跟前面我们觉得可能跟九宫我觉得是有关联的，就是可能是跟人家交流沟通就是有让你可以充满好奇心甚至乎是这种通常可能双子座我们想到可能是主持人甚至乎可能是做一些的文字的媒体这样子的传播的事业，或是要知识的传播我都觉得你可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觉得假设你是想疗愈，你把疗愈这个知识去传播，其实就会是一个很适合的行业。好了，那我们呢接下来会再看一下对于
你现在的工作你现在在做嘛，那我不确定到底适不适合嘛，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一下，你最适合是这样的工作，那你现在的工作要换了要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乌列耶给你的建议是什么。那我们抽了一组塔罗牌，让大家去看看、去感受的。首先呢，我们第一张抽到的就是这个恋人的逆位这样子。那恋人的逆位呢，在这一个牌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说，稍等，如果是恋人的逆位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真爱是不能一直的持续的 ，OK，所以呢，我会给我的感觉，乌列耶是建议你啊，你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你会觉得你有时候现在的工作是会觉得有点累的，就是因为你可能一直把你的能量输出，它没办法。这个就说你很热爱现在的工作，但是你很难长期一直的无限的去输出，你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累，你会有点觉得还在努力做，虽然你很喜欢，或者你虽然觉得自己的付出是会有回报的，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他说你如果没有办法，你一直就是过度的去拉自己去。让你过度输出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没办法做长久，因为你总有一天会觉得累，或是觉得没办法坚持下去。所以我会感觉就是说，他会建议你，如果你现在说真的让你会太累的话，可能你要适度的减轻那个长度，让自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你才可能恢复这个活力去继续做这样子。那我们另外第二章呢，我们看到的会是这个的权杖8的。那权杖8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说它是正位嘛，就是说，你呢其实是很快，就是可以去，就是你这个速度很快，像这只狗很快就把那个任务完成，把它那些棒子搬过来的感觉。所以不管在人际关系、在工作的项目上面，或是一个新的工作，你永远都是非常快速去跑去你的目的地的。但是你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你很难去接受一些突如其来的改变，可能突如其来的一些旅程，或是突如其来的休息这样子。但是说，其实你一直都是非常有能力、有能量的去移开你所有的障碍，透过用你的所有的能力。但是有时候总是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发生。但是他说，其实不用担心，也不用焦虑，这个是正常的状况。你是可以把所有的困境所消灭，也可以去移除的。那我觉得就是他是说，就是如果你有时候你是可能纯粹按部就班，或是跟着一个规矩去走的人，但是有时候突如其来的东西，它不是为了让你措手不及，而是要训练你应变的能力。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在工作上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请你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能力怎么能度过就好了，不用去担心说我怎么办，我搞得定这个问题。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往后的逆位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呢，他是说在他看的时候这只狗他会就是这个爱心丢了在地下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他会说，你会不会有时候就是你看爱呀、看丰盛看美其实你的角度有时候会不会你会忽略一些其他的角度呢？你会不会有时候很容易就是因为一些小事要觉得有点焦虑的感觉呢？他说你可能就是说他的意思，你在工作上面可能因为一些的小状况的发生，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会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对。但是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你可能其实你会发现，你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或是其实你已经有做很对的事情，而不是先去苛责自己，或是怀疑自己了。他会觉得，就是乌列耶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对自己要求太高，或是你可能就是目标定很高，你很想做得到，但是只要一有一些问题小状况可能你就开始会有点担心或者焦虑。大家想建议你，就是你如果觉得在对的工作上的时候，你不应该很容易为这些事情的焦虑这样子。好了，在关于你现在工作上的建议，好，首先呢，这个叫平衡、坚定不移跟公识性。我会觉得就是说，乌列耶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现在这工作对不对，首先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工作跟生活是平衡的？你会不会有一种所谓共识性，就是你会不会有经常收到一些讯号或者感应，告诉你你可能要换工作？好呢，你现在没有在做对的事情，或者你现在在做对的事情，也有可能就是你会收到一些共识性的讯息，去提醒你你现在的工作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另外就是坚定不移，就是说你会很
坚持的相信你这个工作是适合你的吗？你会有种很强大的信念，就是觉得，哎，我在做对的事情，还是你还是有种隐约的觉察，其实一直觉得，哎，我好像没在走对的路呢？他觉得你应该是否对，你应该把你自己的直觉给打开来，去感受宇宙给你的讯息。另外也是平衡的关系，自我表达跟界限，就是我觉得平衡，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会不会过度消耗我在前那个工作？那为什么会让你过度消耗，或是没办法达到平衡呢？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工作有可能不适合你的原因呢？你是要去考虑。然后呢，就是自我表达跟界限，就是如果你会不会让自己的，就是一直去希望成功，而一直去推，把那个界限一直是拉低，去影响到你的休息，影响到你的生活，甚至乎你已经没有社交，没有朋友啊，忙到这样子嘞，你没有拉好你的界限，有没有把你真正的想法能轻松的表达出来嘞？这些都是去衡量到底你现在这个工作是不是对的这个原则，这样子。好了，我再看看他跟你说什么的关于这个工作。首先呢，我们抄的是责任 ，OK， 生命之歌必须由星星所吟唱 ，OK， 所以你如果只是根据知识跟道理来行事的话，那你的生命就好像已经死亡的一样。所以呢，你要想想的就是说，你要问一下你自己，到底我听完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我的工作真的有在服务我自己吗？我真的喜欢吗？我真的是我喜爱的呢？还是我只是为了一些责任去做呢？我因为满足我家人的愿望啊，满足社会的期待啊，这个东西你要去考虑一下。然后呢，转化认出爱。当我们认出那个壮丽很久的光亮的时候，转化就会自动发生。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找出你真心所爱的事物，只要你今天能找出来之后，你自然就会转化，把你的工作状态、心理的想法，可能你全部都会换到一个爱，这是最高频的模式。好了，我们接下来就会要看呢，做对的工作的话呢，你的事业会有怎么样的巅峰会出现呢？OK， 我们抽到的牌，首先第一个就是往外走 ，OK， 然后第二个是疗愈。首先呢，我会觉得往外走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你在这个工作已经待了很久，甚至乎你可能已经待了，我觉得有5到10年的感觉了，给我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你只要愿意出去走，你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因为等一下因为我刚刚看到后面我们抽的牌，然后呢就是疗愈。疗愈的话呢，我会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当你能够就是走上你事业的巅峰的时候，你不单只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也是一个很会疗愈的一个疗愈的大师。你可以帮到很多，不单只是你自己，还有你身边的人。我们接下来抽到就是你的事业巅峰的话呢，还会变成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好的关系。可能当你事业巅峰的时候，你身边其实会有很多好朋友啦，甚至乎好的知己啦、好的家人啦，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得很好，甚至乎很多人可能愿意跟你一起去并肩而行，因为 companionship 就是一个辅助的关系，双方是有互传依赖的感觉，大家是可能很愿意相信你，很愿意去依赖你，去一起去共行，一起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给我的感觉。另外就是新的经验与可能性跟清除旧事物，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做了对的工作，你会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你会感觉人生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这么多的可以说做，而不是你想的只有一日复一日在一个工作上面只要干这个而已。你会觉得生命可能或者你的人生会变得多姿多彩，很有意义，很可爱。而且重点是，你会发现有些以前绑着你的事情，或者是绑着你的，不管是人际关系啊、问题啊，你都会觉得能清楚、能解决。你不会觉得自己有种好像用不到力啊，或者好像没有在做对的事情啊，这种感觉会被清除这样子。那我希望今天的这些资讯呢，对大家有帮助。那如果有感觉啊，或者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啦。那记得追踪、订阅、点赞这样子，那多多分享。那我希望下次可以做更多有趣的题目。如果你对自己这些题目有什么想法啊，或是你想下次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很感兴趣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啊，这样子。那非常感谢支持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个题目见哦，拜拜。好，我们现在呢来到就是第2组的选项。那我们首先要看呢，就是说你现在从事的什么类型的工作。那我们首先第一张抽到的就是这个的摩羯座 ，OK。那我们也同时抽了几张牌去看一下，到底你从事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子。
好了，我们首先第一张看到是摩羯座，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水星，跟这个是逆行。OK， 那给我的感觉，首先摩羯座的工作了，就是代表就是可能你是在一些有可能是一些大的机构、公家机关，特别是一些很有制度的工作，去工作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是就是一些的单位啊，或是一些的体制上相关的一些的行业，例如有什么呢？给我感觉好像建筑业啊这一种的还有就是不动产啊，就是房地产啊、房仲啊，也会用这种机构，就是一种建构性的行业啦，甚至乎农业、矿跟地相关的就是矿业啊、矿产啊，或是我刚刚说的体制，可能是政府官员啊、公务员啊、会计师啊、记账员啊，就是甚至乎企业的高管呢，可能就是一些我们说的就是中高阶的管理层的职业，或是一些审查类的，甚至乎其他的一些我们会关于就是说一些技工，例如什么叫技工，就是说专业的技师跟工程师，好像机械那一种的，或是什么牙医、骨科、皮肤科这样子，或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工匠匠人的那一种的，什么雕刻家、木匠啊，或是一些研究的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子的一些研究行业的，专门从事什么什么研究的这样子，也是这样的行业。那另外呢，我们第二张看到就是水星嘛，你可能从事的工作就会跟什么可能是例如像什么我的知识传播业啊，例如是要做什么的那种很快的，重点是它跟木星的分别，就是说它是一种很快速的传播，好像就是新闻类的新闻行业啊，或是可能做什么现在我们的短影音啊、podcast 啊这一类的，都属于这是水星的行业甚至乎如果你是业务的、推销的、管理的这种代理啊、零售商啊这样讲，市场行销也是水星的行业。还有就是教育啊，讲师经常要讲话的人呢，还有就是一些数字分析啊、财务就是统计学啊，还有就是做一些运输的行业，好像什么司机、邮差这一类的，跟这种短程运输相关，什么计程车司机也算哦，这是也是水星的行业。那至于呢，这个逆行的话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你的工作是有经常要思考的。重点是 review 这个字，就是你可能是很容易要检讨，经常要写什么报告，可能要去研究这个东西对不对啊，去回顾、去思考，一直在重复的去看有没有的改善，有没有去调整的地方的一种行业哦。OK，给我感觉好像什么审计啊，就是审计行业，就是要去看你的账目对不对嘛，对不对？可能你就是经常去校正啊，有没有问题啊，去研究这些东西。好了，那我们再看看你的职业还有可能是跟什么样的东西相关呢？我们接下来抽了几张牌的。首先呢，我们第一张抽到这个 bad health。bad health 当然不是说你的工作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是做护理业，或者是就是跟真的是医院相关的工作，就是这样给我的感觉啦。然后就是另外就是一个叫做 expectation， 是对于未来的预期，给我感觉有可能像那种什么财务规划，就是帮人家规划未来的，规划你未来的什么保险业啊，就是你可能是帮人家做一些未来的规划，甚至乎房产的规划，就是你可能是做一些策划相关的企业。那如果熊的话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能要做的就是一些比较我觉得算是比较危险的工作。这只北极熊，因为它沉在冰水里，给我说可能就是有一些风险的，例如什么呢？好像什么消防员军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你的工作是跟这些可能有一定的危险性相关的行业。那最后我看到这个猫头鹰，就是也是代表就是传播讯息嘛，就是跟刚刚水星一样的，就是可能就是你是一个传播知识的人，把讯息传出开来的人我觉得现在来说，我们现在如果你是做自媒体或是一种就是写文章这些东西，都会跟这个的是相关的这样子。那你可以看一下刚刚讲的行业有没有跟你现在的东西有关系你在做的工作。那如果真的真的完全没相关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再重新选另外一些选项，会不会有才是那个对的正确的选择这样子，这样会比较准确。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去接的话，那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OK， 首先呢，我们抽到的牌第一张是这个的11宫 ，OK。然后呢，我们抽到第二张牌是这个5宫。
那你的性格，我会觉得，如果是11宫的话，就是偏水瓶座的感觉嘛。就是其实你可能是这两个我都觉得就是你可能是很愿意跟一些人去交流的，特别是跟一些陌生人去分享啊、表达啊、沟通啊，所以你反而是不太会怕生的。就是你可能你跟一些路人啊，如果有帮助需要，你可能都能侃侃而谈，或是我会觉得还有之外，就是你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很有大爱的一个人，就是可能你希望是真的那种希望社会和平啊。大家都就是你希望整个社会的氛围体感是好的，你不是只是从个人利益，你是很从大众的利益去着想的一个人。另外呢，就是武功的话呢，就是玩乐，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很有可能在别人眼中可能觉得你是很有趣，而且很爱玩耍，或是很有童心童真的一个人。或者我会给我的感觉就是武功的话，就是其实你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或是你可能也是一个很爱谈恋爱的人，或是恋爱对你很重要吧，给我的感觉就是武功的话，就是你的人其实是很重视，就是生活里面要有趣的部分，而不是真的只有工作而已。你可能觉得怎么样让工作变得好玩呢？这样给我的感觉。好，我们再看一下到底你是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哦。那我们再抽2张牌，就是你会去放开一些自我限制的想法，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你会觉得自己是有无限的可能的，你是相信这个东西的。你可能觉得没有东西是难到你的，只要你愿意，你一定会能做得到。或是我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或是我做不了。你可能很容易就是可以去放弃这些想法，也不会被这些想法去阻碍你。然后呢，就是I'm more than my struggles，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我其实能做到更多，我是比我自己在挣扎、在怀疑的东西，我是可以做到更多的，我是不怕困难的。所以给我感觉就是说，其实你整个人是比较正向吧。我会觉得就是你不会很容易被困难所打倒，你比较会相信自己的能力，或是你会比较去相信，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阻碍的。另外呢，我们看到2张牌了，就是第一张就是樱花，代表温柔与付出。所以就是说我刚刚说11宫嘛，就是其实你比较大爱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是很愿意去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我们的人类去做付出的那种人。可能你是比较环保因为你会觉得我们应该为地球做更多的事情你是对于这个整个世界，不单只是人类，可能你对不同的生物其实都比较有无私的爱这样的感觉。另外呢，就是生命的脉动 ，OK 就是说将个人的不安托付整体，静下心来去聆听生命的乐章。我会觉得就是说你是需要独处的一个人，或是你可能是可以慢慢感受到这个宇宙的能量的流动，或是你是觉得你跟宇宙是一体的，你会觉得自己为什么你可能很关注这个整个社会，因为你觉得社会好你就好，社会不好可能你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对于这一个大众社会的能量的感知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比较有感觉的。好吧，就是我们看完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你的人生其实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有什么工作其实适合你的这种性格的呢？好，第一个我们抽到这个官木，官木首先大家就是不要吓到，官木这里说就代表死而复生。那所以的话，你的工作可能就是适合帮人家重生。OK， 不一定说你适合只是奔葬业这些东西，而是说，就算是奔葬业，可能你是要怎么样那些人去在死亡里面体验到。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活着才是对的，就是你怎么样去教人家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重建一个人生呢？假设你之前真的是从事医疗的，就是你可能你的职责就是怎么样让人家死而复生有时候不是真的很实体，甚至不是怎么样心灵上让人家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是心灵辅导呢，还是什么去调整人的一种想法呢？这种感觉。当然我觉得财务管理也是有可能帮他死而复生。如果你今天把可能一个人财务很烂的，然后帮他重整了，让他可以有喘息的空间，他可以慢慢去还钱，慢慢去回到正轨，其实也是帮人家死而复生。所以不要看的就是这么的片面这样子。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的鸟OK， 就是我刚刚说传播嘛，对不对？适合做，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普通的传播，这个是一对鸟，你会感觉好像有感情，或是有种爱情的氛围，所以可能你是很适合传播关于爱的东西，怎么样？例如怎么样可能传播如何做一个好的女朋友如何跟异性相处之类的，可能这样子的东西你是很适合去做分享的，怎么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相处，怎么去建立一段好的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抽了3张这个人生使命卡就是关于这个的，你其实适合做什么工作呢？那首先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叫做困惑。困惑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适合的工作给我感觉是，你很容易，就是你自己也是很容易会引发很多困惑的人。但是其实你会有时候会觉得不耐烦的话怎么样？但是你会慢慢的去理清，你能了解这个世界可能这些困惑都是有原因的。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能很适合就是从别人的困惑中带人家脱离。就是基于我刚刚说，好像财务分析，或是一些的怎么把人家的一个公司，好像有些什么接经纪人啊，就是帮人家公司去重生。你很适合就是可能帮别人破解他的疑惑，破解他的怀疑。假设你是医生，可能就是帮别人破解他关于健康的疑惑，可能心理这样就是他心理上的疑惑啊，他人生上什么疑惑啊，这样子，我觉得你很适合从事相关的工作。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传播者。传播者呢，他就是有点像刚刚那个鸟一样，就是他就很适合就是传播传达讯息啊，这样子。就是这张牌是说你的喉咙是很强大的。所以就是其实你是很适合把你的情感、你的想法去表达给别人知，让其他人去交流，可能甚至可以为一些内向的人带来一些的新的想法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做一些自媒体啊，或是做现在来说可能真的做 YouTuber 啊，那些是不错的，因为你可能就是可以把你想知道的、你能分享的东西去传播开来，让人家知道这些事情，或是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个抽到的是叫过劳啊 ，OK？ 过劳来说，本来他这张牌是说你可能处于一个迷失自己的状态，很疲惫啊，很困顿的状态。但是，刚刚就是乌里也有跟我说，他说你适合从事工作是，你怎么样去协助别人不要过劳 ，OK？ 就是不要让那些人迷失或是失去生命的方向，觉得自己好像做的东西一事无成，或是觉得自己做来做去都没结果。其实你很适合就是可以去辅导别人，或是让别人例如可能你怎么去调整那个人的生活呢？例如假设你是一个设计师好了，家里的设计师，你可能设计的家具就可以让人家舒缓，不会处于过劳的状况，或是你做的什么的东西，其实就可以帮人家改善这个感觉，去调整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再抽到的牌，你适合做的工作呢，就是有这2张牌。第一个就是这个 Hathor 这个呢，她就是一个爱跟音乐的女神。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它主要的，它就是在古埃及的时候啊，它是用来散播欢乐的，散播一个快乐的心啊，然后掌管的是爱啊、结婚啊、跳舞啊、音乐这种的东西。我觉得这跟武功我们刚刚抽到那个牌很像。就是其实呢，你是很适合去散播欢乐、散播爱的，你做的工作，可能如果你从事什么表演啊、娱乐事业啊，都会很适合。就是因为可能很容易，你就会感染到别人，去觉得生命是美好的，生命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另外呢，第2章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Phoenix。这个呢这个叫做狮身人面相啊，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代表沉默的智慧。那因为他有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去考验那个人的一些问题，考验他是否足够的智慧可以进入这个金字塔里面。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是很适合去做一些跟智慧相关，可能就是帮人在解决疑惑，因为前面我们说到困惑嘛，就是可能你是有一些你对世界的想法，或是你对人性啊各样的东西，可能你是有超乎一般人的看法的智慧的，所以你可能很适合就是把你这种大智慧去凝聚，然后再让人家知道这样子。那我们再看2张牌，然后就是木星跟这个的狮子座。那木星的话，就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可能很适合做一些跟社会资源相关的事情啊，可能就是跟9宫相关的项目啊，可能就是进入一个高阶的教育领域啊，或是什么旅游啊或是旅游业也是9宫相关的啦，法律啊这些9宫的行业啦，或是就是可以就是说怎么样的去去一些长途的旅程啊，也是跟9宫相关的。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你会很适合，就是可以把你的能力啊去扩展，而且这个成长跟机会可能是很多的，就是你可能很容易就可以出圈了。我们说就很容易就可能就可以跨界跨领域的意思啊，9宫也会就是这个木星也会代表。
那另外这个狮子座，我就觉得跟刚刚那个音乐啊、爱啊很关系，因为狮子座是表演的行业嘛，对不对？就是很有魅力啊，好像演员啊、歌手啊这一类的，就是你可能可以散发你的个人魅力，去再应用在你的工作上面去获得好处，甚至不会适合做一些从事个人的这种魅力表演相关的行业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会去看看，对于你现在的工作呢，乌列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首先，我们就抽了一组塔罗牌，看看就是，你现在的工作是对的吗？或是有什么乌列想给你的一些想法呢？首先呢，我们第一张抽到的就是这个权杖三。权杖三的话呢，我们抽的是正位，它就是说啊，你现在站在这个的海边 ，OK， 就是有山有水啊，这样子，你好像一看到很多新的事物、新的角度这样子。他说：“你可能现在就是在准备一些新的可能性、新的工作的改变、新的企划、新的新的人脉呀，所有东西都是新的。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可能你站在岸边嘛，对不对？但是狗狗其实也是一个很厉害会游泳的嘛。所以呢，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尝试看看，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的新的领域，新的你没有尝试过的东西？那可能如果你现在工作有什么新的计划案，就是他在鼓励你，你可以去做尝试。因为其实你可能现在这一刻觉得你不擅长，其实你可能一下去就发现，原来我就是天生就适合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可以接受新的改变或者新的变动。那第二章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的骑士圣杯骑士的逆位，圣杯骑士的逆位呢，就是说，他就是说呢，其实他现在在过马路嘛，对不对？现在可是逆位嘛。他说，其实呢，他是有点去封闭自己，不要听到外面的声音，那些车的声音，那些其他不同的外面的杂音这样子。为什么呢？他现在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感受、去学习。他没有去把自己的感官去打开，去让自己去感受外面的世界。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就是乌列是说你是比较像有点固步自封。为什么他会鼓励你去创新，或是去接受一些新的可能呢？因为你可能已经很习惯在这个领域，或是做了很久，你开始忽略了外面的声音，或是环境的改变。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嘛，对不对？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才鼓励你，可能你需要重新用新的角度去思考，或是去看你现在遇到的事情啊，或是想法，要不要做一个改变。因为我们对上就说的是隐士的逆位，大家都要隐士就躲起来嘛，对不对？但是他要你现在是逆位，就是说，其实你之前可能很害羞、很担心，所以你就躲起来，就要在去一个躲起来的地方去观察。但是现在来说，其实你不要再躲藏起来了，你应该开始，你太多的自我反省啊，太多的想法。那你应该尝试，就是要有一个平衡，就是你应该去用你的智慧去跳出来好好的去看这个世界，好好的去跟这个世界的做连接或者是接轨，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再看看他给你什么的工作上的建议。第一，我们抽的是奥秘、虚空、幸运、恩典啊。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在那些新的尝试啊，其实有些东西可能你还在探索，你还不是太清楚。但是其实你要相信，这些都是上天给你的机会，是个幸运的可能，或是一些他们给你的一些奖励。有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真的吗？但是我觉得很大挑战。但是有可能你做下去，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有新的可能这样。然后我们看到更高的善性引导、守护跟选择，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慢慢的会越走越去往一个更高阶的想法会去走，而且很多的守护灵都在帮助你。你会可能有种感觉，就是好像其实冥冥中是对的这个道路，你会有种被召唤，或者觉得好像真的他们想要我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可能慢慢的知道你的选择是对的，或是你会选择出一个对的选择。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牌了，其他的牌。好了，就是他给你现在工作的建议，就是战胜自己胜过战胜别人。OK， 简单来说就是说，你不是总是有假想敌，或是你觉得要赢过别人。首先你要觉得我有没有比之前进步就够了，主要是你要跟自己去比，而不是跟别人去比。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失落，是觉得我好像没有人在想象中那么好，但是有可能其实你已经进步很大。请你用一个对的心态放在你的工作上面。然后呢，我们看到是光源打开阻隔，领受爱，就是我们的爱流向一切万有，
不舍昼夜黑白，不分优劣好坏。简单来说就是说，你要相信，不管你今天做的好不好，宇宙都是那么爱你，他们都会把最好的资源、最好的能量都会给你的，只要你愿意接住。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住很重要，你不会觉得哎，我总是运气很差怎么样？是不是根本上他们就放弃了我？没有，就是因为你阻隔了，你不相信，所以你才会领受不了。所以为什么说，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工作有时候觉得不顺啊，或是觉得有怀疑啊，请你打开你的心，相信他们给你的指引。那最后呢，我们会看一下，如果你做到对的工作，你会有什么样的事业巅峰呢？首先呢，我们抽到的牌就是这个音乐跟这个神性。首先我会觉得音乐啊这种的，它给我一种很放松、很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能够做对的事情，你会有种好像听音乐很放松，让你灵魂有种很舒畅的感觉。你会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很欢乐。然后神性来说，就是你在做的这个工作，你慢慢会感受到神性的力量，知道宇宙的奥妙，或是你会感觉到冥冥中一切真的只有安排，都是引领你去你的梦想啊，或是你会显化出你理想的人生。然后呢，你会有种感觉到安全感哦。如果你能够成功做到你会觉得你好被保护的，你会觉得好像很多的力量啊，好多的人啊，他都好像在护佑你，让你成功踏上这一条的路。你会感觉到被很多人，不管我觉得接纳这个东西，不单只是被你身边的人接纳，你会觉得你被整个宇宙的去接纳，你会觉得，我觉得我在做一件事情是为整个地球、整个社会都是有用的，而不是单单只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感觉。最后呢，如果你做到对的工作呢，你会让爱成为灯塔，然后会被宇宙提供支持。所以我会觉得你会可能不单只成为你自己的一个榜样，甚至乎你可能用你的个人经历、你的人生、你的工作去影响到别人。你不单只影响自己，先成为别人的一光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甚至乎你不单只有足够的资源给你自己，然后还可以为其他人提供很多的支持跟帮忙的，在你在做对的工作的时候。那我希望这一次呢，跟乌里一起的分享呢，你会有一些想法，或是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能帮助到你，或是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有感觉的，我也很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那记得就是订阅、点赞、分享，那让我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啊。那我希望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也很欢迎留言告诉我留言我都会亲自回复的。那希望这些指引可以帮到你啦。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啊，或是如果你觉得有什么新的大众占卜的题目想做了，也很欢迎跟我分享。那我也会去看一下能不能做的，能做的话，我也希望可以下次再做不同的类型的占卜给大家分享啦。那非常感谢大家这次的收看，那我们下一次见哦，拜拜。我们接下来呢，来到呢就是这个第三组，就是呢我们第一个要看的问题啊，就是说你现在是从事什么样类型的工作的？那你们的主牌呢，就是个义工这个东西。那我也同一时间抽了其他几张牌一起去看的。那分别是这个灶神星跟这个12宫。那如果从这几张牌的话呢，你们可能现在在从事的工作呢，就会有可能是跟如果是这个义工的话，就是因为它是跟自我有关的嘛，那所以就是可能你是跟一些创造力啊、自我开创力的，可能你是一个创业者、一个自由工作者、一个独立的顾问。或是你可能就是一个专案的经理啊，或是一些的企业的管理者，甚至乎呢是一个展现个人魅力的，可能是网红、模特儿，或是一些演艺的人员，或是义工也可能你可能是运动员，或是外科的医师啊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以外呢，那灶神星呢，它也代表呢，就是说代表就是一个专注啊、纪律啊跟奉献的一个的代表，所以它相关的行业呢，可能就是会跟可能身心灵跟帮助人有关的，可能是芳疗师灵性的导师，或是什么修女啊、神父啊，或者跟寺庙相关的工作，甚至一些公益活动啊这样子。另外呢，就是跟火这个东西有关的 ，OK， 好像是厨师、调酒师、咖啡师、烘焙师这些东西，像是我们说的园艺啊、陶艺家这些需要就是我们说的匠人的一点的做法啊，还有就是像幼儿园托儿所啊、护理人员啊，也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另外呢，我们是12宫的工作呢，就会因为它是代表我们身心灵的部分嘛，12宫，所以就是可能是比较隐秘的工作，或是跟一些精神灵魂深度照顾的工作。刚刚说嘛，心灵咨商师、占星师，或是医疗照顾者跟医疗体系相关的行业，还有实现的事业啊，甚至如果是什么监狱啊、军事基地啊这一类的幕后的人员，也会跟12宫是相关的，或是就是一些艺术创作者啦、音乐家、小说家，或是跟酒精跟药相关的行业，也会是跟12宫相关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再抽一些牌去看看到底你的有可能从事的职业会跟什么有关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好，首先呢，我们会看到第一张就是这个旅程。旅程跟这个男主人给我的感觉我会觉得你可能的工作是可能经常需要出差的，或是可能你要就是甚至乎你可能是要你的现在的工作不在你居住地，你是被派外去的。另外呢，我会感觉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白领嘛，一个商业阶级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从事是比较像那种白领阶级的，经常要做很多决策的一个工种这样子。另外呢，也有可能就是你是从事相关的是什么的，这两个我觉得很像。如果是一个是好像拨开云幕，一个就是帮人家在迷宫里面找答案，所以我会觉得有可能你是帮人家破解一些迷惑的，或是解决一些人的困难啊，或是一些的给人家一些方向啊想法的工作。那你可以感受一下刚刚讲那么多的工作有没有跟你的是有一些契合的，或是有一些特色是相关的。那如果真的完全都没有或是觉得不对的话，可能你就要回到一开始重新选牌，这样子的话可能你的占卜的内容会比较正确。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第二个部分了，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呢，我们抽到的牌第一个是3宫，然后第二个是10宫。那一个3宫的人跟10宫的人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可能你是3宫的话，就是你很爱跟别人交流，很爱跟别人去可能同学啊朋友啊，就是你是有自己的朋友圈的，而且你是很乐于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个人，就是好像你有想法啊，有一些的很爱开玩笑啊，很爱可能去跟别人交流啊沟通啊不怕讲话的，是很愿意去把自己心里面想法或是的东西去跟别人分享的一个人啊。然后呢，就是10宫的话，就是一个很稳健，我会觉得很稳的，而且你是会可能就是很尊重这个阶级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你会对上下很尊敬而且就是你的性格就是很有尊卑而且你的目的性很强。什么叫目的性很强？就是你做事情是希望成功的，你是有很明确的阶梯，好像你进了这家公司，你希望可能多久能进到什么职位，多久又能往哪个职位去进上，这样子，就是你的人生是有规划的，你是有一种可能一个阶梯一个路程，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去完成你的目标，一步一步爬上去再来就是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呢，我会觉得因为10宫也代表责任，所以就是可能你是很愿意去尽你的责任去完成一些项目，就是可能东西交托给你是放心的这样子。那我们另外呢再看一下我们抽到的牌那你的性格来说呢，就是just as the world as is always changing and evolving, so am I。就是说，你发现就是世界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变化，一直在进化的感觉。当然你也一样，所以你是一个与时并进的人。就是可能你发现世界一直在变啊，很多科技啊，什么 AI 每天都在出新的东西，但是你也一直在鞭策自己。可能你有空就会读个课程啊，或者是上一些课程去让自己可能不要去脱离这个世界的轨道啊，这样子。所以你是一个挺有责任心，而且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呢。然后就是 I don't need to impress anyone， 就是说你不需要为别人可能你要去让别人去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你会觉得你就活在自己的地方，就是我只需要好好的做自己，我不要比如说我要为别人带来什么的印象我要为了什么别人留下一个什么深刻的印象，你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你可能比较专注于自己的东西里面。那然后我再抽到呢，就是你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白牡丹，就是说尊重内在的神性
认同生命的自我价值，超越困境就能回归本源。所以你对自我价值，我觉得是认同的，就是你，而且我觉得你是很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我要做什么才是对的。我觉得你是有一定的想法。然后希望与美好，就是说美好的人生呢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任何事情不要忘记回到最早的初衷，所以我会觉得你是对自己是有希望了，而且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你是觉得没有东西你是拿不到，或是没有东西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想做而已了。给我的感觉，你的性格就是会偏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会看，就是你的人生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道路的工作，我会觉得就是说，你适合是一个很有明确路线的工作。什么叫很有明确路线？就是你要很知道你能怎么做就是好像我刚刚说那种很有清晰的阶梯，好像我多久大概可能我可能先从主管就到经理，经理之后可能都到什么的负责人啊之类的，你可能是需要那个路线要比较清楚、比较明确的工作，你可能就会发现我知道，好像我假设一个人就是读研究所啊、读博士啊，可能他是有个明确的路向，你会比较适合就是你能够掌握的、你能看得到你的未来的一种工作啦。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跟小朋友相关的。我觉得小朋友上其实很多，好像玩具啊，或者是什么的早教啊，有很多东西，可能甚至乎是可以引发你的童心的一些工作，我都觉得是适合你的。那我们接下来的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还抽到一些人生使命卡，到底你适合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好，首先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研究员。研究员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一张牌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的性格是很显著的，因为你需要成为领导者，也是非常需要独立自主的一个人。那你的人生使命是很多时候从命运的引导上，你是会跟很多人的交流，而且你一定要在很自由的状态，而且也让自己很确定的状态下，你才可以发挥你的长处，发挥你的能力这样子。而且你重点就是你不单只要为了创作，更要发挥你自己的内在力量。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是要在一个你自己觉得很舒服的环境，你才可以让你的能量散发出来。你的灵魂就是说，你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人，而且你是你一定要对你的计划，可能你要很有感觉啊，你很适合可能开拓一些大的东西就是可能有很多大的企划案，其实你是很适合去做的而且你是会有耐心去完成，但是要给你足够的自由度你才会能够好好的去做你这个工作。第二个呢，你的这张牌抽到是疗愈斗士，就是说你的磁场是很大的一个能力的人呢而且就是你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的能力很强，有时候你会过度使用，所以有时候呢，你做的工作可能虽然你可以很适合去帮助别人或是疗愈别人，但是就是说你要能抓住平衡，就是你怎么在帮助和疗愈别人的同时，也要照顾到你自己。你不能就是说过度的输出，假设你可能做什么心灵相关的行业好了，就是你不能可能一直我觉得我要努力的去为我的个案怎么做啊。假设你是医生，可能你有要病人去跟进啊，可能你就会一直过度输出，但是你可能从这个东西你要拿捏一个平衡，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是你可以照顾别人，同时你要记得回看照看自己，你才会是比较适合你的工作，而不是过度的付出。最后这一张建筑师呢，就是说你是有强烈的光芒的，而且吸引力法则对你影响很大。为什么这个建筑师不是说你适合做一个建筑师？建筑这个是等于建构这个世界的意思，不是单单只建一个建筑物。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创造一个未来的。所以变成说，只要你灵魂真正的自由，你真的是相信你有所有的能力，你能做到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发挥这个使命。我觉得就是跟这个有点相关啦。所以其实你这个很强大的创造力的人，你可以显化，你可以想出，你只要想这个东西就能做得到。但是你首先就要回归到，就是你要相信你能做得到，你要对你自我有绝对的自由，你要相信你是可以自由创作啊，自由去表达，自由去想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受别的人的影响。这个我会觉得很重要，在你的工作里面需求自由这两个字。那我们再接下来看看你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那我们再抽了2张牌了。第一张呢，就是这个叫做乌比提斯啦。乌比提斯这个呢，就是说，去寻求这个资源跟帮助的意思。那这一个呢，它是一些泥土捏的公仔 ，OK， 就是陪葬的，应该这样说。重点是它是有就是被一些魔法所祝福的。当它可以当它跟那些就是木乃伊埋在墓的时候啊，其实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富足，更有，就是它好像一个守护神啊、祝福的公仔一样的意思。那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能很适合做一些就是帮人家加强，或是帮助别人加强他们应该有的能力，就是别人很适合跟你求助，或是你可能很适合去提供一些资源啊，或是帮助别人去度过一些不同的时光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刚刚说，可能前面就是什么医疗啊那些东西，可能你都是挺适合的，因为你很适合可能帮助到别人，就是别人可能在你这边可能就会加强，或是让他能力加强，甚至会有一种改变的感觉。另外呢，我们第2张抽到了就是这个尼罗河，它叫做丰盛资源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古埃及来说，其实尼罗河的泛滥就是掌管了到底水的资源啊，到底能不能让农作物丰收成长嘛。那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就是一个很强大的能量，透过你的灌溉，那个人就可以成功成长。好像假设你是个老师，可能有你的资源，有你的帮助，那个人就可以成长，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社会的栋梁，可能可以帮到这个地球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是有那个能量可以感染别人，而且让别人变得丰盛，甚至乎可能你是很适合可能做教书啊，或者一些教学的工作，去让别人知道怎么去运用他自己的能量啊，这样子。当然不一定真的是灵性了，我觉得甚至乎你教人家一些技艺也可以啊，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们接下来呢就会看到这个的摩羯座跟这个牡羊座。摩羯座的话，其实就是刚刚说一些社会阶级，就是所以是前一个就是摩羯座的工作，就是其实就是一些对上的，可能就是一些大的机构啊里面的工作，而且就是一个很努力的、很有创造力的一个工作了。那我会觉得，就是摩羯座的工作有很多，那很多军官也算是摩羯座的工作啊，或是一些的很需要你用努力的去做的工作，什么工艺品啊，这些也属于摩羯座，就是你可能需要慢慢的去磨练啊得到的，或是一些很大的机关、政府机构这些地方，也算是摩羯座相关的工作。另外，牡羊座的工作就比较像你刚刚我讲的义工的工作，就是可能是像运动员啊，有爆发力的，可能需要很多的创造力的工作创业家这些企业家这样子，就是要有很大胆的，可能要有很有的勇敢的，很需要勇气的去工作的工作，都会跟牡羊座这个相关的工作，这些都是会比较适合你的。那我们接下来会看看，就是乌里会对于你现在的工作，其实他有什么建议，其实适不适合你啊，或者有什么东西要改了这样子。好，我们抽了3张塔罗牌。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的钱币2。钱币2的话呢，就是讲究的就是一个我们叫的平衡。那钱币2的他是认为，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有2个一定好过1个嘛，对不对？但是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去控制一个平衡，多个1个工作，多个1个企划案或是就是你可以担任几个东西的。简单来说，就是说，其实你是有能力去平衡的。乌里的意思是说，假设你想扩圈，或是你想去做什么斜杠副业其实你是可以的。他的建议就是说，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平衡2样事情，就是他应该是鼓励你可以做除了你现在的职业之外，你可以做更多可能性，或是你想做的事业吧。这张卡的意思。那另外那个权杖7的话呢，这个也是正位啦，这个是代表就是说你现在在准备去更多的成功这样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你已经有学到就是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这一课。现在的话你说有时候你得到一些东西有可能也是不一定是好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追逐很多的东西嘛，就是你会觉得我经过很辛苦终于得到这个，我特别有感觉 OK， 我很努力才能得回来的。但是他是说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要
很辛苦很努力才能得到这个东西，但是有时候其实你得到这个东西，但是你失去的是更多，所以有可能得到的东西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的。那给我的感觉，这一张牌其实有可能就是跟你说，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很努力为了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你可能回顾一下，你会不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实你失去的东西是更多的呢？那你要考虑一下，现在这个目标是不是还是真正你想要的呢？我觉得就是这张牌上是跟你说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愚人的逆位了。那愚人的话呢，他的逆位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去想 ，OK， 就是有时候呢你想太多，因为愚人就是说重新的开始啊，重新的去接收嘛，对不对？但是他的是说有时候你可以放下去。想太多的东西，不要总是很想去探索，很想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跑进问题啊那种感觉。有时候适度的放松，才能让你去接触更多的思维，更多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你是一直都是充满好奇心，或是很努力的去在工作上面去发展学习，但是有时候他说你可能太过的努力的时候，其实你需要的是休息，停下来去好好的去感受，或是而不是一直在跑，一直在追，一直在探索这样子。好了，我再看看布列对你的有什么建议呢？现在的工作，首先就是顺序改变、生命原力跟重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有可能你现在会有一些变动会发生，但是你要学会，就是说，你要学会就是知道，就是你是有很大的能力。其实这些改变是为了激发你的一些的能力或是力量，你要学会怎么去重建你的你可能身边的一些秩序啊，或是身边的一些固有的状态，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已经很久了，你觉得没改变，其实可能就是宇宙上触发一些改变，让你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人生轨道，可能更贴近你的真心需要的想法。另外呢，就是内在力量、真实自我跟潜能。我会觉得就是说，他的对于你的工作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你的工作，你感觉上有没有使用到，有没有激发到你的真实的潜能跟你的内在的力量呢？你有没有思考过，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跟你现在的工作是否对齐的？就是是不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在做你理想的工作呢？这个就是他想你自己去考虑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看到2张牌，就是这个平凡跟困局。首先，平凡就是体验，然后放下。要放下的不一定是名利，而是对于名利的依恋。那这句话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有可能其实你真的追求的不是名利，可能你想追求的是生活的满足感或者成就感。那你有没有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呢？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会愿意放下吗？因为你已经体验过现在的工作，但是有可能觉得不对嘛，那你会愿意体验新的东西吗？或是可能用一个放下的感觉，比较随遇而安的心态去面对吗？那另外就是困局，就是你的世界有多大，世界有多大要自己决定。有时候可能你这一刻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现在已经上什么阶级啊这样子，但是有可能其实你值得更大的世界，反而这个东西你现在以为的成功法是把你蒙住给困住了，所以你可能要思考一下这一题，到底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倒过来把你困住呢？这样子。好了，我们最后就是想去说的，就是如果你做到对的工作，你的事业会迎来什么样的高峰？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第一个是纯净，纯净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应该可以你如果在做对的事情，你会找回一个初心，就是你会很纯粹，获得一种很纯粹、很舒服的快乐。你会觉得我好像在做对的事情，我每天都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很愉悦的。你找到你心里面想要的那个事情的答案。然后呢，这个叫做等待冬天。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做到一个对的事业你会感觉好像你的冬天要融化的感觉。可能你会以前对于生活没什么活力好像被冰封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做对的事情，你好像觉得冬天要过去了，春天要来了，你每天都有一种很轻快、很轻松、很愉悦、很舒爽的感觉。那另外呢，我们再抽到2张牌了。第一张是 confine， 就是相信的意思。第二张就是 clues， 就是一些的证据或是一些的线索的意思。那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今天你做对的工作，你可能对于你的人际关系，或是你对宇宙的力量，你会更加相信，你更加有信任感，你可以全心全意的把你自己的未来交给宇宙，交给你的守护神去帮助你这样子。
另外呢，这个证据啊，这个就是说，我会觉得你发现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去告诉你这些是对的，你会找到很多线索啊，很多的共识性的讯号啊，去跟你说，你现在走的路是对的，你做的工作是对啊，或是这个是一个很适合你的工作，可能你会一直发现很多的资讯给你去通知你，去告诉你这个东西。那最后的牌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做到对的工作，你会找回你的内在时尚，你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你到底要在做什么，你很知道你在做的事情的目的的是什么，你内在需要的是什么，你怎么样自己过得安全，过得踏实，过得开心。最后就是理想的行动方针，我觉得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说你的梦想会成功啊，可以达到你最理想的行动，或是你知道怎么去达成你的人生梦想啊、事业啊这样子。那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只要你找到对的路呢，是让你就慢慢的去可以解通你整个人生的地图啊，这样的感觉。那我希望这一次的占卜的建议呢，会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有感觉，我很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啊。那也记得就是订阅、点赞跟分享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很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有想到什么新的占卜题目你想知道啊，也很欢迎你可以留言跟我说。那我这样子下次也可以安排一下，会做一个不同的，就是可能你感兴趣的大众占卜这样子。那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一期的题目再见哦，拜拜。